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。在这集里，您可以看到石屏超级有名的豆腐文化，在古时闻名云南的科举成绩，以及我听说过但没看过的特色舞蹈。作家想来传家乡，以后一人一分发。数这个药材，细数这个药材。这一集，我们的行程分为两段。第一段行程，我们离开双廊古镇，到达楚雄市住宿。这段行程210公里，行程2个半小时。第二段行程离开楚雄，去石屏古城游览后，赶往建水古城。这一段行程346公里，行程5个小时。来到云南，我感觉随处都能看见卖烤豆腐的店。他们的特征都非常的明显，在店门口支个烤架，上面铺满一层准备烤的豆腐，3、5人围坐在烤架旁，一边聊天一边往碟子里加豆腐。虽然这已经是我们进入云南的第9天，但依然没能吃上这种所谓的路边摊儿。今天都到了云南豆腐的大本营了，还不去吃，那不是没天理了吗？走，吃！进到店里，石屏豆腐给我的第一印象呢，就感觉它并不是豆腐，而是类似豆泡的感觉。而且这弹性十足的东西是什么？这真的是豆腐吗？没错，这正是石屏豆腐最与众不同的地方。这种特别的质感离不开这里翼龙湖特殊的酸性水质。用这种水做出来的石屏豆腐不像传统卤水豆腐那样闻起来略带气味，到嘴里入口即化。石屏豆腐闻时清香，咬时糯香，嚼时嫩香，确实是一种没有体验过的口感。关键的是，这种小块的豆腐真的是会吃上瘾的，一点转眼间就被风卷残云般消灭，另一点刚上来也分分钟就进了肚子。这种类似于吃零食的快乐，我觉得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吧。其实这种上头的体验不只是由石屏豆腐本身的美味带来的，每一顿美味的石屏烤豆腐宴背后都有着蘸水默默付出的身影。那么这蘸水又是何方神圣呢？这么说吧，这蘸水对云南的意义丝毫不亚于老干妈在贵州的地位。如果说原味的石屏豆腐是一幅黑白的素描画，那蘸水无疑就是用来上色的颜料，把原本清淡的豆腐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，让它在你的口中绽放出绚烂的花火，蜡出传心的感觉。填饱肚子后，我们便离开了石屏。但在吃午饭之前，我们已经去过了石屏文庙和周围的古街。这底下刚才看到也是可以走车的。虽然石屏县城不大，但这里从古至今的书香气息却是十分的浓郁。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会如此注重教育呢？那就得从石屏文庙说起喽。在元朝以前，云南因为地处偏远，和中原王朝的关系也不是太稳定，因此大部分时间都是自治，并未引入科举制度。时间来到了1254年，元世祖忽必烈率军打败了大理国，在元朝建立后，将云南正式纳入了行政版图。但蒙古人也不重视科举，云南的教育就没有得到什么发展。直到明清的时候，科举恢复了常态，石屏文庙正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。这个文庙和我们更多听说过的孔庙还不完全一样，孔庙的主要作用是供奉孔子，而文庙在供奉孔子的同时，更多的承担了文化教育的功能，是庙学合一体制的体现。
正是由于文庙的设立，带动了石屏教育的发展。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，古时云南教育有名的地方还有云南府和大理府，这2个地方出的人才可不比石屏少啊。没错，石屏独一无二的地方，并不只是这里出过638个举人、77个进士、15个翰林，更是因为这里还出了中国科举史上唯一一名云南的状元袁家谷。和清朝传统科举考的八股文不一样，袁家谷参加的这个经济特科考试是受到戊戌变法的影响诞生的。考试内容为洞察中外实务，也就是治国理政的才能。当时的袁家谷可能并不知道，他参加的是第1次，但也是最后一次经济特科考试。他大概也不会想到，自己搭上的是科举考试的末班车，因为在1905年，也就是这次考试的2年之后，科举制度便在中国的历史上彻底画上了句号。当我走进袁家谷故居的时候，呈现在我眼前的和想象中的样子大相径庭。不大的院子，不高的建筑，不多的游客，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的普通。其实这个院子折射出来的便是袁家谷的一生。在1911年辛亥革命，清朝灭亡后，袁家谷便退隐回乡，著书卖字，一心钻研学术。著书，他著到了云南图书馆的馆长，负责编写了中国第一批中小学教科书。现在的清期等名词便是他定下的。学术，他出任了云南第1所大学的校长，更是整理并留下了无数优秀的文献。他得知云南大学经费紧张，不仅自己不要工资，还拿出1000元积蓄捐作办学基金。淡泊宁静，我觉得是对袁家谷以及这座故居最好的诠释了。参观完袁家谷故居，我们便离开了石屏。这次是真的离开了。怎么说呢？可能很多人看来，石屏并不是一座旅游胜地。确实，这里没有特色的商业街，没有精致的古建筑，比起大理丽江的精装修，这里更像是毛坯房。其实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的。但当你去查一查，看一看，就会发现，在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座古建的背后，都躲着很多特别的故事。石屏不只是有着石屏豆腐，还有博物馆，还有很多故居，还有很多人文的故事等待着每一位游客去了解、去分享。视频开头我们已经介绍过，在来石屏的路上，我们经过了楚雄市。这是一座充满了彝族民族风情的城市。好巧不巧，在我们住宿的附近街上，一家本地人正在亲朋好友的帮忙下备菜、宰羊、举办婚宴。这是楚雄著名的彝人古镇，我们来了。位于楚雄市的彝人古镇，是集彝族文化、建筑为一体的彝族文化大观园。让我们一起前往，感受中国第6大少数民族的古朴民风吧。这是彝人部落，是一个景区，就在彝人古镇里面。我们过去看看哈。
可以进来看一下吗？可以看吗？啊，谢谢。您这是自己酿的各种酒哈？对。啊。看一下吗？啊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这是拿玉米哦，是煮完之后哈。酿酒，对对对，玉米酒，对对。对，闻见酒香了。60度。这里边都是那个酿酒的器具。哎，你看他们还卖那个什么呢？火腿呢哈。咱这火腿都是自己腌的哈。我听说火腿就一定是要后腿是吧？对，后腿。那啥叫火腿嘛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那像这样一个得有几斤呢？7、8公斤。7、8公斤，那有10几斤了哈。那要是卖的话是怎么卖？95个1公斤。951公斤哦。我看这里边那么多，拍一下哈。啊，这个火腿是他们自己做的，都是猪后腿做的，然后是951公斤，每一条火腿的话应该有7、8公斤的样子。7、800块钱差不多是吧？日雷瓦西杰，秋雷嘎西九，故事咕噜自苦自的酒，干的酒，有嘎有的嘎黑木卡古住呢，日卡古住。제 대로 제 출로 을드 아시니 아는 아이로 고래 시zo 님 홈조 저다 니네 예수 가누 딩가보 제 대로 제 출로 을드 아시니 아는 아이로 고래 시zo 님 홈조 저다 노네 예수 가니 딩가부 Vasijero, chorega sijo, gushi kuru, tsuku tsudijo, gam di cho, yoga yodin kao, emo kakuju ni, kakuju.下一集，我们将前往被誉为民居博物馆的建水古城，寻访建水美食的味道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、订阅、留言、转发，支持我们呀！